世界上最危险的10条火车轨道，您敢挑战吗？世界各地有数百万条不同的火车线路，供乘客日常乘坐，但并不是所有的线路都是现代化和安全的。有些铁路每天穿越令人眩晕的峡谷和悬崖，还有列车常年超载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让大小恩一起来看看世界上最极端的铁路。第10名，钦奈拉梅斯沃勒姆铁路。当我们眺望一个普通的港口，你可能会看到几艘船在海上面飘来飘去，但如果你俯瞰印度的帕本港，你会看到一列火车在海浪中行驶。这是钦麦铁路，总长约1英里，连接梅斯沃勒姆岛和印度大陆，于1914年建成。这座海桥有145个混凝土桥墩支撑，中间的部分是开放的，可以让海上的船只通过。虽然这么听上去，这段铁路已经很神奇，但在海浪之下，还有更多你无法想象的可能。它位于世界上第2大腐蚀环境中，沿着它的轨道发现了27根严重腐蚀的大梁，这些大梁随时都可能倒塌。不仅如此，由于海上不可预测的大风和巨浪，这条轨道上的火车最快只能以每小时27英里的速度行驶。以前这种大胆的航海设计的确有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早在1964年，一场致命的飓风卷起23英尺高的海浪，把一辆客运列车冲下了桥，车上的乘客无一生还。所以如果下次你要去这个地方，上车之前记得要查天气预报。第9名，倒立式海岸铁路。现在不仅仅是在大桥上行驶的火车需要担心被海浪冲毁在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英国德文郡的倒立式站，也要警惕迎面而来的海浪。这条铁路绵延4英里，是连接德文郡和康沃尔这2个海滨城市的必经之路。但像这样的强风暴和汹涌的海浪偶尔撞击车厢，会造成很多破坏。比如在2014年，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摧毁了保护铁路的一段海堤，直接就让铁轨悬浮在了半空中。人们把海堤修复面向潮汐的轨道。又在2020年的另一场风暴中被大海冲击，当时的海浪太大了，震碎了其中一列火车的窗户，里面的1名乘客被碎玻璃砸伤，而且我敢打赌他们肯定还会晕船。第8名，水下子弹头列车。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 UAE， 对充满未来感的交通工具并不陌生，毕竟那里有可以把乘客从 A 点送到 B 点的空中出租车，还有车速高达745英里小时的超级客运高铁，但它们都无法与 UAE 概念性的水下高速列车相比。该列车连接阿联酋城市藤田和印度城市孟买，显然它不会像鱼一样潜入海里。那么它在水下究竟是如何移动的呢？这个神奇的大型工程实际上像一条长长的管道，它漂浮在阿拉伯海的海面下，有浮动钻井平台网络悬挂和固定。工程师计划在隧道内创造一个真空状态，将空气阻力降至最低，让列车能够以621英里小时的高速载着乘客前行。这意味着它可以在2小时内完成以136英里的旅程，甚至建议将2国之间的火车管道数量翻倍，以运输石油、天然气甚至水。这听起来本来就有些遥不可及，更不敢想如果火车在中途坏了会有多么危险。你愿意被困在穿越阿拉伯海的水下真空列车上吗？反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因此这个铁路项目想要落成整体的规划，需要无懈可击，毫不夸张，对隧道工程师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但是自2018年概念首次提出以后，这个项目就没有后续消息了，这让人挺失望的。第7名，魔鬼的鼻子。在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高处，有一条铁路，它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设计难度和建造难度最高的铁路之一。只需稍微仔细看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铁路坐落在海拔9000英尺的垂直悬崖附近，这个悬崖当地人称之为列奥纳德·德·迪亚波罗的足迹，英语中叫魔鬼的鼻子。这是厄瓜多尔288英里长高亚克尔铁路中的一段弯曲的铁路，感觉像直接雕刻在高耸陡峭的岩壁上。它早在1980年就竣工了，那是一个还无法充分考虑安全的年代。
你经常能看到老式破旧的列车，吃力地爬着近半英里的陡坡。在今天通往山顶的列车已经停运了，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来防止火车脱轨。单单只是从窗户往下看垂直下降的铁轨，已经足以让心脏病发作了。第6名，开往云端的列车。而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在阿根廷还有另一种可怕的乘车经验。如果你拥有钢铁般的冒险精神，可以尝试乘坐这趟去往云端的火车。这条长达1英里的铁路，连接阿根廷西北部的萨尔塔和智利边境的拉伯利沃里。为了穿越这片壮观的山岭，全线铺设了29座桥梁、21条隧道，甚至还有2条螺旋通道。尤其在穿过香格里拉高架桥的时候，更是体验非凡。整条铁路线要向上爬升735英尺，这条铁路的最高点比下面的山谷高出210英尺，最高高度为13845英尺。这是真正的云雾列车之旅，是世界上最高的铁路之一，也是最恐怖、最让人向往的铁路。第5名，皮拉图斯山铁路。说到绕山铁路，很少能有像瑞士的皮拉图斯铁路那么挑战极限，简直堪称奇迹。这条线路从欧特诺克湖的纳斯塔德高山延伸到皮拉多斯山的埃塞尔山顶，但要到达那里，火车必须爬上一段陡坡，最大坡度甚至已经达到48度，山坡非常陡峭。为了在爬坡时保持平衡，连车厢都是按照山坡的形状设计的。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让这条轨道成为了世界上最陡峭的火车铁路之一。这不只是作秀，这条不到3英里的铁路将游客运送到5000多英尺的高空，这相当于直接往上爬495层楼。虽然这条路陡峭的吓人，尤其有些路段还有着巨大的垂直落差，但除了冬天外，在其他季节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还是会让游客感觉这样的惊险旅程非常值得。不过或者我还是走楼梯吧。第4名，疯狂的美宫铁路。乍一看，泰国的美宫市场和其他市场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路边的栅栏和熙熙攘攘的小摊，但它有一个神奇的特点，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市场与铁路轨道共享同一块地方，火车每天都会经过6次，而小贩和游客只有3分钟的时间清理街道，把位置让开。在火车来临之前，会有响亮的汽笛声警告他们火车开动了。商贩需要在火车经过之前，把自己的东西往后挪，把铁轨让出来。市场在1905年就建好了，那时候还没有铁路。换到今天，如果有铁路穿过市场，大多数市场都会决定迁址的。但美宫市场觉得，目前这种运作方式也没有问题，所以市场一直保持在今天的位置。尽管火车在市场中行驶得很慢，但偶尔还是会有人因此丧生，所以小贩们得留心听火车的轰鸣声，确保自己和自己的农产品不会被压在车轮下。第3名，孟加拉的朝圣者的特殊列车。在孟加拉国的汤吉，每一年都会举办1年1度的穆斯林大会，在那几天，这个宁静的小镇就会变成一个繁荣的生活中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来到图拉格河两岸祈祷。这个活动固然是令人敬畏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往返匈牙利的火车才会真正让你大吃一惊。平时从全国各地到汤吉的火车都很正常，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孟加拉国的铁路公司会运营多列特殊火车，来帮助朝圣者到达目的地。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满足大量出行的人们，火车仍然非常拥挤，信徒们经常跳到车顶上，甚至直接挂在列车的两侧。我觉得这样的高峰期真的很糟糕。第2名，死亡铁路。你也许可以从它的绰号看出来，缅甸铁路也被称为可怕的死亡铁路，是一条拥有令人深感不安的历史的火车路线。这条全长258英里的铁路连接泰国的班邦和缅甸的坦博西亚，穿过丛林地区危险的蜿蜒，穿过著名的盖伊河。尽管我们能从画面中看到令人担忧的木质产品以及明显缺失的安全护栏，但它可怕的绰号并不是来自任何悲惨的火车事故，
这条铁路建设始于1942年，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泰国和日本结盟，当时让日本加入泰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一同进攻英国敌人。所以这条铁路是由日本人精心设计的，但不是负责施工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由大约25万名战俘，他们的劳动条件惨不忍睹。据估计，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尽管这条铁路已经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但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这段铁路的历史以及它的绰号，实在让人不寒而栗。第一名，伟大的古特高架桥，并不是缅甸所有历史悠久的铁路都有这样可怕的过去，有些甚至被认为是轨道工程的壮举。比如这座伟大的古特高架桥，这座令人惊艳的铁路桥位于缅甸掸邦，是曼德勒至拉西奥铁路线的一部分。高架桥有15座独立的钢塔支撑，全长2260英尺，途中穿越了一个巨大的峡谷，距离地面335英尺。它是缅甸最高的铁路桥，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但由于海拔很高，而且没有护栏，火车必须非常小心地穿过这条钢桥，否则一股不合时宜的风，甚至是轨道上轻微的颠簸，都可能使整列火车脱轨。因此火车要花25分钟才能走完这一部分的路程，如果加上火车晚点，那可真太糟糕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您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乘坐这些极端的列车呢？还是宁愿走路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您的收看。